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继续12月的玩家社群反馈下半个月的。由于玩家反馈是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只能抽取一些超过70票以上的问题来回答而已。不过我去看了一下1月的玩家社群反馈呢，我发现到1月的反馈更加多。这个工作是确实很麻烦的，要看很多个反馈。那今天的第一个反馈，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大串了，不过他写的还蛮整齐的。第一个物品的部分，他要求让玩家自己去整理其他的选项。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书包呢，其实是真的还蛮混乱的，什么一些活动节日的道具啊、镜头啊、箱子、皮肤等等等等，全部都在其他的部分，是真的很乱。然后官方又没有一个筛选的部分，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我想要拿什么东西，我想要看到什么东西。毕竟现在我们的书包真的很像菜市场那样，什么鬼都有，还有包括最近的流光彩券也是推出了嘛，结果也是一样，全部丢在其他的部分。那虽然系统它会自动编排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在最上一层，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玩家可能需要看到其他的东西，需要慢慢翻找。如果筛选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活动的道具、城市皮肤、统帅的镜头或者是星星之类的。第二个，加入集结，他说增加一个选项，在集结通知界面中可以加入集结。我不确定有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啦。我认为他所说的应该是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右手边有一个蓝色的集结按钮，点进去之后可以直接加入集结，不需要这么麻烦点进联盟里面。那因为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暂时不评论，我们看下一个。第3，更新失落峡谷商店，希望增加材料自选箱、军器箱子，还有包括2个传说的图纸，并且是要每一个兵种的。那他这个反馈其实是已经被官方驳回了，在12月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官方就有讲过他们不考虑增加，所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这个更新是不可能了。接着是远征的更新，增加更多的等级，增加更多的物品在商店，把科斯探查换掉，或者是换成埃塞尔也是可以。这个问题也是在之前官方的反馈里面有讲过了，他们不会更新任何关于远征的东西，而且官方的答复是这个远征是针对于游戏早期而设计的。那他自己也知道我们已经到征服赛季的玩家了，是不是应该要做出一些更改呢？你都说针对早期了嘛，都玩了这么久，或者是他要出一个征服赛季版本的远征，我都是可以接受，好过你这个完全不更新放在那边，我都不知道要干嘛。就算你不要增加更多关卡，至少统帅换一下吧，你换成第1、第2代统帅，其实对于那些征服赛季的玩家来讲也不会说不平衡。希望增加新的联盟技能，这个技能可以提升治疗速度，不过以我对官方的认知呢，一般来讲他们是不会增加这个技能啦，他就是想要你们要用更多的加速去治疗，而且其实现在有王国 buff 可以提升治疗的速度啊，所以我不认为官方会增加在联盟里面。另外一个也是一样联盟的技能，但是他是希望开了这个技能之后可以生出7等级的采集点，其实现在也是有7等级的，但是你这个技能必须要到达10等级的时候才可以开出7等级的采集点。或许这个玩家没有点开 information 去查看，或者是他的联盟还没有到达这个等级，所以他不清楚。可以说他这个反馈基本上是等于没有反馈到的。王国搜索功能可以让国王去找到某一个玩家的位置，不管他是在联盟里面还是联盟外面。最后是希望可以让全部官员看到有哪一些玩家是在线的。基本上这个玩家的反馈有部分是不能用了，像是官方之前已经回答过他们不会再更新，或者是他们是已经拒绝了的，甚至是这个玩家他不清楚有这些东西，所以官方不选择他这个反馈来回答呢，也算是可以理解。第二个反馈是压倒性的支持，那你们可以看到有129票是支持，只有1个反对票而已。这个玩家是提到关于移民令的事情啊，那他有讲到就算是买很多礼包的玩家也好，也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移民令，因为移民令的礼包呢每个月只能买1次而已。他说有些玩家移民到不适合的王国或者是不好的王国，都会促使玩家直接离开这个游戏，因为你不会想要待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玩游戏。不过这个玩家只是提出了问题，他没有想到解决方案，但是另外一个玩家也是在同一个月提出了相同的东西。他相信移民令的问题不是只有他自己遇到而已，大部分玩家都有遇到，让人觉得不公平还有受到侮辱。当我们要移民的时候，必须要提前1个月准备好个人积分，然后才去跟王国领导那边谈判，用非常离谱的价格去兑换机票，需要用到38亿的资源兑换38张移民令。我个人觉得38亿资源还可以接受啦，其实38亿不算多。他希望增加一个方式，不需要跟那些R4、R5沟通就可以直接购买移民令，
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是滥用全资了，要放在联盟商店里面，你们必须一定要跟他们交易之后才可以拿到移民令，就会让玩家觉得有独裁自私的感觉。那么首先我是同意这个玩家让官方增加更直接的方式可以购买移民令，不需要经过任何 R5、R4 就可以买到。毕竟坦白说，在这个游戏里面移民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啊，所以官方增加这个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像上一个玩家所说的，有一些玩家就是不喜欢待在那个王国，但是他们又没有在这个游戏里面充值，所以没有办法移民，而直接选择离开这个游戏。我认为说没有办法移民也算是导致成这个游戏慢慢没落的原因之一啊，太少玩家可以去到自己喜欢的王国了。那当然你们不要被 R4、R5 限制也是可以，要自己开一个联盟，然后要建很多个小号，弄到联盟积分才可以去购买移民令。但是讲真的，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话，是真的很辛苦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一般的玩家是不会搞这样子的东西啦。但是我有一些东西要否定这个玩家所说的。他说跟联盟领导用很离谱的价格去兑换呢，我个人觉得38亿是真的不多了。可能是因为我有打仗的关系，用的资源是肯定超过38亿的。而且你都已经决定要移民了，正常来讲你的资源也是留不住给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损失。再来就是他们不让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玩家已经购买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玩家靠这个联盟商店去购买。你是有长期关注联盟的玩家就会发现到，其实联盟积分一直在逐渐减少，尤其是王国从人多变成人少的情况的时候，积分就会越来越少。联盟积分是打仗用的，所以他们要求你拿东西来兑换是合理的。除非在之前你是表现非常良好，可能你打仗打得很多， DKP 是比较偏高的玩家，或者是你时常有买礼包的玩家，我认为官员他们可以免费送一些机票给你。但是你的身份是农夫，完全没有打仗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你还要跟对方要求飞机票呢，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多数玩家还是会以自己的立场去想，官员他们就是自私怎样怎样，但是官员也是要为整个王国去考虑，之后 KVK 我们还有多少的积分可以使用。所以有时候是真的不能怪他们独裁，他们也是为了之后 KVK 作为打算。而且联盟积分是大家一起努力存起来的，而不是光靠那个想要移民的玩家他自己存起来的。那有没有同意过整个联盟的玩家他们允不允许让你去购买移民令呢？所以换位思考是真的很重要啦。不过还是要跟官方讲一下，你们至少增加多几个方法可以获得移民令吧，你一个月限制几张也是可以，又不是每个玩家都有氪金买礼包的啦。接下来这个玩家的反馈就有一点意思了，他希望开关卡跟皇庭的时间是星期五、星期六开放，星期一到星期四开放是非常糟糕的。我是能理解这个玩家的心情，但是我们的 KVK 开放时间呢，其实跟编年史有影响，你没有办法及时完成，就没有办法去调整那个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只能说是不可控性啊，除非是先锋王国，先锋王国他们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个时间，他们完成度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官方不太大可能会去理会他这个反馈啦。下一个反馈是希望国王可以看到有头衔的玩家位置在哪里，可以追踪一些有负面头衔的玩家，还有可以看到那些有拿到正面头衔的玩家到底有没有在线。假设这些玩家是已经下线了，或者是这些玩家是牵扯回去原本的王国，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的头衔交给另外一个玩家。其实他这个反馈不错，我认为官方可以考虑一下。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反馈啊，有一些票数多的反馈其实有重叠啊，所以我就没有选取。我认为今天讨论比较重要的就是移民令的部分，只要官方稍微改一下，其实可以让这个游戏增加更多玩家，或者是玩家玩得更开心。至于各位观众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